八大银行行长集体辞职，抓人速度加快，释放了什么样的信号呢？大家好，我是天天。你们听说了吗？八大银行行长，没错，就是那八大金融巨头的掌门人，竟然像商量好了似的，集体宣布了他们的离职大计。这消息一出，整个网络都沸腾了，网友们那叫一个激动，各种猜测分析满天飞，就像是一群侦探在破解一个超级大案。是权力斗争的暗流涌动，还是反腐利剑已经出鞘，让他们不得不36计走为上的？要知道，这些行长们可都是各自银行的顶梁柱，他们的每一次决策都可是牵动着亿万资金的流动啊！突然间，他们就像是商量好了似的，纷纷选择离开，这背后能没有点故事吗？说到这里啊，就不得不提咱们国家近期那反腐斗争的力度了。金价在跳水，引发黄金变现潮，现货黄金失守$2600关口。大家好，我是天天。你们听说了吗？昨天啊，金价竟然又跳水了。没错，就是那个闪闪发光的金子，现货黄金一夜之间竟然失守了$2600的大关。这还不算完，黄金变现潮也跟着汹涌来袭。简直就像是一场金融界的狂欢节，你们是不是也好奇的不行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别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的聊一聊。话说这金价跳水的事儿啊，可真是让人猝不及防。就在2024年11月11日这一天，国际贵金属期货市场内是普遍收跌了，现货黄金直接跌了2.43%，报出了$2619.49股丝的价格。现货白银也不甘示弱，跟着跌了1.99%，报出了$30.6833一股丝的价格。COMEX 黄金期货和白银期货也是一路下滑，分别跌了2.55%和2.11%。这场面简直就是金融市场的滑铁卢啊！而咱们国内的黄金珠宝品牌呢，也是跟着瑟瑟发抖，金饰价格那是嗖嗖往下降。周生生报价直接降到了788元一克，较前一天可是下跌了整整14元呢。老庙黄金和老对手周大福也是不甘示弱，报价分别降到了787元一克和788元一克，下跌幅度也是不小。这金价下跌的速度啊，简直就像是在坐过山车一样刺激。那么问题来了，这金价为啥会突然跳水呢？原因可不少啊，美元持续走强，美国国债收益率上升以及金融市场风险偏好的增加，这些都是导致金价下跌的重要因素。更有趣的是啊，全球最大黄金 ETF 的资金竟然流出了超过10亿美元，这可是自2022年7月份以来的最大单周资金流出啊！看来呀，投资者们对经济前景的担忧可真是不小。连黄金这种传统避险资产都遭殃了。不过呢，在这次金价大跌之前呢，已经有不少投资者提前出手获利了。比如杭州的那位李先生啊，他就在上周以每克630元的价格卖出了6根金条，共计是38万。他可真是聪明啊！如果晚些卖出的话，可能会少赚1万多元呢。另一位投资者呢，也是机智的很啊，他在高价锁定了627元一克的卖价后呢，金价就每克下跌了10多元。看来呀，这投资界的老司机们啊，还真的是不好惹呀。这金价跳水的事啊，真是不简单。它不仅仅是一个数字的变化，更是全球经济环境、投资者信心以及金融市场波动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体现。咱们呀，还是得好好观察观察呢。11月13日，农业银行调整存款利率。26万元存2年可获得利息多少钱呢？大家好，我是天天。各位朋友们，你们是否曾幻想过一夜之间银行账户里的数字因为存款利率的调整而悄然增加呢？11月13日，农业银行的那次存款利率微调就像是一颗石子投入了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层层涟漪。想象一下，如果你有26万元的小金库，选择存入农业银行，2年之后这笔钱的利息会让你喜笑颜开，还是仅仅换了几声无奈的叹息呢？今天咱们就来一场深度挖掘，揭开这利息背后的神秘面纱，看看这26万元2年后究竟能生出多少金蛋。
首先，咱们得聊一聊农业银行那份沉甸甸的2024年前3季度财报，那可是真金白银的成绩单，营收高达5402亿元，净利润更是惊人的达到了2144亿元，这利润度简直让人直呼银行爸爸。但话说回来，咱们储户们可就没那么湿润了，存款利率一降再降，咱们那点定期存款的利息就像被秋风扫落的叶子越来越少，让人心里直痒痒。这不，六大行又齐刷刷的下调了存款利率，农业银行呢也未能幸免。那么问题来了，如果你有26万元存进农业银行，2年后能拿到多少利息呢？咱们来算一算活期存款的利息啊，那简直是蚊子腿级别的。农业银行现在的活期存款年利率只有 0.1%，26万元存2年，利息也就520元，连一顿火锅的钱都不够，真是让人哭笑不得，直呼银行这是在逗我玩吗？再来说一说定期存款，这可是大多数储户的心头好啊。农业银行定期存款的存期多种多样，从3个月到5年不等，但利息嘛也是千差万别。3个月期的利率只有 0.8%，2年下来利息也就4160元，还不够买部新手机呢。而5年期的利率虽然高点，但咱们也只算2年的话，利息也就8060元，勉强够一次短途旅行的费用。这利息真是让人直呼不够看呀。不过别急，还有大额存单这个香饽饽呢。大额存单门槛高，但收益也更高，26万元正好可以达标。这利息嘛，可比定期存款高多了。3年期的大额存单年化利率高达 1.9%， 存2年的话，利息能达到9880元，这可不是个小数目啊。当然了，存款这一事也得有点策略，定期存款和大额存单要是提前支取，那利息可就大打折扣了，只能按活期利率来算，那可真的是亏大了。不过呢，大额存单有个好处，就是本金和利息可以转让，这一点可比定期存款灵活多了。看来呀，咱们得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风险承受能力，选最适合自己的存款方式和期限呀。小麦一夜大涨，猛烈涨价又开始了。11月11日的小麦报价来了。大家好，我是天天，各位朋友们，你们听说了吗？小麦市场最近可是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价格大战。一夜之间，小麦价格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疯狂飙升，让人看得呀目瞪口呆的。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小麦市场的黄金时代真的已经到来了吗？还是这只是短暂的狂欢？别急，今天咱们就来好好聊一聊这场涨价风波，揭开它神秘的面纱。话说，最近这段时间，小麦市场内可是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震荡调整。下跌的阴影一度笼罩在大家的心头，大家都以为呢小麦价格要大幅下跌了，结果呢小麦价格却像是个蓄势待发的弹簧小子，随时准备反弹。而就在昨天，这股反弹的力量终于显现了，小麦市场露出了涨价的苗头，那架势就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宁静。今天呢，这场涨价风暴终于全面爆发了。全国小麦市场内是混乱上涨，多家面粉企业内是争先恐后的上调收购价格。山东、河北、河南这些小麦主产区内是无一幸免啊。山东临沂、武德利、山东潍坊、湘野这些企业，那涨幅都是10元左右的，执行价格也是水涨船高，让人看得呀那是心惊胆战。河北那边呢，雄安好面园、霸州益海、华龙农庄这些企业也是不甘示弱，纷纷上调价格，特别是河北华龙农庄，那涨幅简直是杠杠的。河南新乡武德利啊，也是紧随其后，上涨了6元，执行价格内是直逼 1.25 元大关，这价格涨的那真是让人瞠目结舌。那么这场涨价风波的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玉米价格的连续上涨那可是功不可没的。面粉企业内是担心小麦价格也跟着玉米价格一起飞涨，所以呢纷纷提前布局建立库存，收购积极性内是空前高涨。这样一来呢，小麦价格自然就水涨船高了。但说实话啊，这一场涨价风波确实是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心惊胆战。不过呢，咱们也得保持冷静和理性，
小麦市场的涨价风波，它既是市场规律的体现，也是企业策略的产物。在这场盛宴中呢，有人欢笑，有人愁，但是无论如何，咱们都不能被表面的繁荣所迷惑。而且小麦市场的涨价风波，它可不是孤立事件，它背后反映的是农业产业链的复杂性和脆弱性。所以咱们得从更深层次上去思考和解决农业问题，推动农业产业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那才是咱们最终的目标。只有这样呢，咱们才能确保小麦市场的稳定和繁荣，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和人民的幸福生活提供有力保障。退休金不发了，新规定来了，退休人员必看，这5种情况或遭停发。大家好，我是天天。想象一下，每个月到手的退休金，那是多少退休老人心心念念的定心丸呀！可要是突然有一天这笔钱不翼而飞了，那日子还怎么过得下去呢？今天呢，咱们就来揭开这层层迷雾，看看哪些行为会让你的退休金不翼而飞。首先得说说那些去世了还被冒领退休金的事有些家属呢真是让人无语，老人都走了还瞒着不报，继续领退休金，这种行为简直就是对法律的公然挑衅。一旦被发现，不仅要停发退休金，还得追究法律责任，严重者甚至要判刑罚款。你说这又何必呢？再来说一说重复领取退休金的事有些退休老人呢贪心不足蛇吞象，想方设法钻空子，结果呢就把自己给搭进去了。重复领取退休金那可是要不得的，一旦被查实，多余的部分不仅要停发，还可能面临其他责任。所以咱们退休老人还是得老老实实的，别总想着占点小便宜。接下来是服刑期间领取退休金的问题，这里可得说清楚服刑期间的人员，无论你是否到达退休年龄，都别想着还能领退休金，这是法律的规定，谁也别想例外。当然了，等刑满释放后，你可以重新申请提交，待通过后才能正常领取退休金。不过呢，那时候能不能领到，还得看你的表现了。然后咱们得聊一聊提供虚假信息骗取退休金的事儿。这种行为简直就是诈骗为了提前领取退休金，有些人不惜伪造各种证明材料，这种行为不仅触犯了刑法，还严重损害了养老金制度的公正和合理性。所以呢，咱们退休人员还是得守住自己的底线，千万别干这种事儿。最后咱们得提一个醒退休老人每年都需要进行一次养老金资格认证，这可是确保养老金发放及时的重要步骤大家一定要多留意社保局的官方通知，及时完成认证，别到时候因为忘了认证而影响了养老金的领取。所以各位朋友们，想要领取退休金，晚年生活无忧无虑，那就得切记不能触碰以上的退休金安全线。这些规定都是为了让养老金制度更加完善成熟，更加公正合理，咱们可得好好遵守拆迁潮又来了，今后这4类房子或是要通通纳入拆迁行列，你准备好了吗？大家好，我是天天。各位朋友们，你们是不是也在期待着那个能让你一夜暴富的拆迁梦呢？今天咱们就来聊一聊这个让人心跳加速、血脉喷张的话题——拆迁潮。它真的如潮水般汹涌而来了吗？中央的最新政策就像一颗重磅炸弹，瞬间引爆了无数家庭的期待与猜测。特别是那4类房子，据说已经被悄悄标上了拆迁的标签，你家的老宅子会不会也在其中呢？每天我的私信里都被拆迁这2个字给塞爆了，大家纷纷询问我家的老房子是不是要迎来第2春了？朋友们，这拆迁可不是天上掉馅饼的事儿，它背后可是有着复杂的城市规划和国家战略呢。但别担心，咱们今天就来好好扒一扒，看看这场拆迁盛宴到底能带来多少惊喜和变革。那么这次拆迁潮的重点到底是什么呢？据我这段时间的深入打探呢，中央已经明确给出了答案，未来这4类房子将成为拆迁的香饽饽。第一类就是那些位于城市发展重点区域的老房子，比如被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国土空间规划的重点片区，
这些地方的老房子简直就是拆迁的 VIP， 一旦拆迁，那补偿款、安置房那可都是实打实的硬通货呀。第二类是服务于国家、省市重大民生项目和基础设施的房子。这些房子虽然平时不起眼，但它们的存在可是城市运转的生命线。为了城市的未来发展，这些老旧房子也得让路了。第三类就是那种位于先进制造业园区和重大产业项目范围内的房子。随着产业升级和转型，这些地方需要更多的空间和资源来支持发展。那些老旧低效的厂房和住宅，自然就成了拆迁的首选对象。不过呢，这对于当地居民来说也是一个不小的机遇。第四类就是那种存在安全隐患、环境脏乱差、配套设施落后的房子了。这些房子简直就是城市的伤疤。为了改善居民的居住环境，提升城市的整体形象，他们也将会被纳入拆迁范围。这对居民来说可算是盼来了出头之日。这次拆迁潮的来临呢，不仅仅是城市发展的需要，更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拆迁重建，我们可以优化城市布局，提升城市功能，改善居民生活。同时呢，这也是一个拉动经济增长、促进产业升级的绝佳机会。中彩票的前兆你知道吗？人会非常的不顺，但有可能就是你要翻身的机会了。大家好，我是天天。各位朋友们，你们相信命运吗？有没有那一刻你觉得生活仿佛把你逼到了绝境，却突然间好运如同天降甘霖，让你的人生瞬间翻盘？今天咱们就来聊聊这个既神秘又充满争议的话题，中彩票前是否真的会有那么一段特别不顺的征兆？听起来是不是像电影里的桥段呢？别急，听我讲完张先生的故事你或许就能够对这个话题有新的看法了。在这个世界上，中彩票的概率低得可怜，就像上色球、大乐透这些让人心跳加速的游戏，中奖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了。从科学的角度来说，把生活中的不顺和中彩票直接挂钩，那简直是天方夜谭。但你知道吗？这种说法在民间流传的可广了，为啥呢？我猜这大概是因为它符合咱们老百姓心里的那份否极泰来、物极必反的传统信念。就拿张先生来说吧，一个平平无奇的工厂工人，40不惑的年纪，生活却给他带来了个措手不及。妻子病倒在医院，孩子的学习成绩一落千丈，连工作的工厂都效益下滑，收入锐减。那段时间，张先生可真的是喝凉水都塞牙，感觉整个世界都对他关上了门。可就在这个时候，他随手买了张彩票，你猜怎么着？中了大奖。这简直就是命运的玩笑，却又如此真实。这一事儿在当地传的是沸沸扬扬，大家都说张先生是走了狗屎运，但更多的人开始琢磨，是不是真有那么一种说法，人在最倒霉的时候反而容易转运呢？我个人觉得吧，张先生的故事虽然是个个案，但他给了我们一个启示，在最艰难的时候保持希望和信念，或许真的会有转机。这种转机不一定非得是中彩票这种奇迹，它可能是在困境中我们学会了坚持，学会了成长，最终找到了解决问题的钥匙。所以朋友们，下次当你觉得生活对你太狠的时候，不妨想想张先生的故事，或许这正是你即将翻身的预兆。记住，命运这东西有时候真的很玄妙，它不会一直让你跌倒，也不会永远让你站在高处。重要的是，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要保持一颗积极向上的心，因为每一次的低谷都可能是你通往巅峰的必经之路。让我们带着希望，勇敢地迎接每一个明天吧。好了，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分享，记得给天天点赞关注，下期不见不散，拜拜。